是一个傲娇的男孩，自己喜欢的姑娘腰带开了，明明可以借机拉近距离，可他却粗鲁地将她推到墙上，不由分说地给女孩绑上腰带。女孩问他，男孩也没有回答，只是默默牵上了女孩的手，用行动证明了一切。就在不久前，女孩搬到了这个小镇，她是小有名气的杂志模特。因为爷爷身体的原因，小美被迫放弃事业，和父母一起回到小镇照顾爷爷。到了晚上，小美来到海边闲逛，这时她看到一位金发少年，月光洒在少年的脸上，是那样耀眼动人。小帅冲到小美面前，两人就这样痴痴对望。或许从这一刻起，命运之门打开了。到了第二天，小美去新学校报到，刚进门便看到了角落里的小帅，而同学们见小美是杂志模特，纷纷过来围观，只有小帅无动于衷，随便看了眼杂志，扬长而去。听到这儿，少女的自尊心受创，便跟同学们聊起海边偶遇的事，这才得知那片海域是镇子的近海，只有小帅经常去玩耍。到了第二天，小美再次来到近海，果然在这里碰到了小帅，没想到小帅直接拉着女孩一起跳进了海里。有人说，女孩一旦对某个男生产生好奇，那就离爱上他不远了。小美也不例外，她被小帅的自由散漫所折服，于是一股浓浓的求胜心升起。小美故意给小帅说自己被知名摄影师看中，马上就要拍写真集了，可没想到小帅毫不在意，于是赌气的小美答应了拍摄邀请。但就拍摄当天，小帅出现了。听到这话，女孩开心地追了上去，两人就像孩童一般追逐，最终小美累倒在地，而摄影师也是趁机拍下了这珍贵的一幕。一罐汽水换一个模特老婆，这波操作你真的不学吗？小美追上小帅，将自己的写真集交给对方，小帅看得入迷，还说小美 P 不 P 图都漂亮。听到这话，小美小声告诉小帅自己喜欢他，而小帅没有回答，扔给了女孩一罐汽水，因为跑了一路，汽水喷了小美一脸。由于写真集大火，有导演邀请小美拍戏，可现在的她已然是一副恋爱中的少女。但小帅不想这样，他想让自己心爱的姑娘去追逐梦想。然而小美却误以为小帅并不喜欢自己，只是玩玩。最终小帅没有解释，只是将自己的护身手链送给了小美，两人在小溪边交换了信物，随后骑着车迎着海风，肆无忌惮地享受青春。到了晚上，村子里正在举办镇火节，由于女孩不能参加活动，只能围观，两人暂时分离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大叔突然跑过来告诉小美，说他的爷爷病重，要带她去医院。但其实这人是小美的狂热粉丝，车开到野外便要强奸小美。而此时正在参加活动的小帅手链突然掉落，顿时心神不宁，于是便去寻找小美。就在小帅找到小美，想把她拉上来的时候，却被狂热粉背后偷袭打倒。好在村子里的人及时赶到，这才避免悲剧诞生。可小帅却觉着自己没有保护好小美，不配和她在一起，开始躲着小美，每天靠打架发泄情绪。而小美因为侵犯事件失去了拍电影的机会，每天还要听同学们的冷言冷语。就在这时，一个温柔的男孩出现了。你见过山茶花吗？红红的，根部还有小口，可以用来吸食花蜜。自从侵犯事件后，小美整日昏沉，大山就带着她去看山茶花，两人取下花朵放在嘴里，刹那间一股甜蜜涌上心头。但就在这时，小帅坐着车一闪而过，如同风吹花落一般，最终的甜蜜终究还是抵不过那一抹的别离。到了第二天，本就心烦意乱的小美碰到了之前的摄影师，摄影师嘲笑她现在是一个乡下女孩，没有了之前的灵气。小美听后很是伤心，她来到寺庙寻找答案。可就在小美下山之际，愿望成真了，她碰到了浑身伤痕的小帅，小帅昏倒在小美肩上。就这样，小美带着他去小屋休息，希望两个人可以放下以前，重新开始，不要再活在过去了，并且直言自己可以放下所有跟他私奔。可小帅却说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，因为小美已经走在了自己前面了。
说完，小帅把自己的小刀扔给小美做最后道别，而小美也决定去东京拍电影。这时，1年1度的震火节又开始了，可没想到却出现了熟悉的一幕。当年那个狂热粉竟然戴着面具再次找到了小美。小美举刀保护自己，但还是被狂热粉扑倒在地。危急时刻，还是小帅及时赶到。这次他将狂热粉打倒在地，可没想到对方竟然趴在小美身上自杀了。看样子就算死，他也想和小美扯上关系。最终，小美的同学帮他们处理了尸体，而小帅也走出了阴霾，2个人再次在海边骑行。